中美领导人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，双方针对当前国际形势、中美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。两个世界大国的谈话对俄乌冲突是否会有影响？中美关系是否得以调和？这次的会晤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？先说点真实的，3月18号晚，中美最高领导人进行了视频电话，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云端会晤。在当下世界形势严峻，中美双方对俄乌冲突态度对立的事态下，作为两个世界大国，此次的领导人会晤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此次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持续了近2个小时，从晚上的9点一直到11时才结束。双方领导人根据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、俄乌冲突以及中美关系进入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。当然，两国元首详细的会晤内容我们自然是不得而知，但根据中美双方在会晤后发出的新闻稿，也能了解到一些重要信息。中国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1500字，美国发布的新闻稿700多字。今天我们就从这2000多个字中来好好分析分析，时隔4个月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会晤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。先说结论，中国方面在此次会晤当中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就是，国家的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的地步。这不仅适用于俄乌冲突、中美关系，更是中国对未来整个国际形势、世界格局的表态。根据中国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内容显示，中国领导人在云端会晤中指出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2大经济体，我们不仅要引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，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，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出努力。中方在中美关系上坚持立场，划清红线，在乌克兰局势上基于全球利益劝和促谈，展现出大国应有的样子。中国一直致力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，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，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，各国也共同处在一个世界当中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此次会晤上也提出了，在国际形势变迁的大背景新时期下，中美双方相处的3原则，也就是中美要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，避免对抗。中国从未把美国当作要打败的敌人，中国的发展从未建立在击败美国的目标之上。相反，美国为解决自身的国内矛盾，不断将中国、俄罗斯作为国际环境下的假想敌，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激烈战略竞争，在遏制中国发展方面不断地进行了努力。这是完全错误的共处方式，直接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。同时，中美关系已经不仅仅是2个国家之间的矛盾，其关系走向会对当今的世界和平稳定产生直接的冲击和影响。中美作为世界大国，应该肩负起世界大国的担当和责任，而不是一味地通过强大的实力来获取全世界的利益，搅动国际形势。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措辞中，我们也能够看出，此次的两国元首会晤是由美方提出的，中方只是应约参加。在去年的11月份，上一次的两国元首会晤同样是由美方率先提出。可以看到，这2次的美国都在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直接对话，并且会晤间隔时间很短，只有4个月。美国到底想在与中国的直接对话中得到怎样的回复，或者交流出怎样的结果？美国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去年的中美会谈因为时间跨度不长，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。美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说辞也是让大家记忆犹新。去年美国总统拜登就在会晤上表示，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，不支持台独，希望台海地区保持稳定。在这次会晤当中，拜登又再次重申了这一态度，并做出了4不1无意的表态。其具体内容就是，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，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，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，不支持台独，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。拜登信誓旦旦地说出四不1无意，但事实上，美国在这5点上没有一点落实，反而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当中，针对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。美国说不搞新冷战，但中美双方的贸易战从未停止。美国从与上世纪苏联的冷战中转变冷战形式，改变战略布局，以此来针对中国形成21世纪的新冷战，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，是美国无法反驳。
美国在国际上不止一次地对中国内政进行舆论的制造和煽动，不止一次地对中国企业进行不正当的限制和管控。拜登一边说着不同中国进行新冷战，一边却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敌对措施，不支持台独，无异于中国产生冲突。那么请问，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，在俄乌冲突世界焦点放在欧洲东部地区之前，哪一个地区最有可能成为发生局部斗争？是台海。去年1年，中美双方在台海地区不断地加大军舰战机的投入，台海地区的局势已经到了即将剑拔弩张的地步。中国解放军的战机不得不每天在中国台湾地区上空不断巡飞，美国航母和潜艇不断地往太平洋地区部署，这难道不是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？俄乌冲突爆发以后，中国台湾地区不断借助乌克兰问题，企图引导国际舆论导向台湾，这背后没有美国的推波助澜。美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，针对中国打台湾牌是在政坛中站队最有效的方法。美国政府内部，拜登的内阁完全没有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，也没有把总统先生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。无论是去年的会晤还是这次的会晤，漂亮国的漂亮话说的一句接一句，但世界格局、国际形势的不断走向恶化，都有着作为世界霸主美国的干涉与参与。所以，面对美方拜登政府所说出的话，我们应该进行一个理性的思考。从去年的3不一无意到这次的4不一无意，是否是美国真的看清楚了国际形势的变化，寻求与中国良好的共同发展？并不是。这并不能代表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，在台海问题上的姿态更缓和了，或者是改变了，而是说在措辞上，特别是在中国巨大的压力和中国迅速成长的这种实力，以及国际形势、国际格局迅速变迁的大背景下，美国适当的微调了它的一些政策表述，仅此而已。这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最重要的一点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针对俄乌冲突，中美领导人也交换了各自的意见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乌克兰问题上，中美各持不同的态度。美国也不止一次在国际上对中国喊话，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。中国也是直接回应自己的立场和态度。中美关系在这一问题上也并没有得到缓和。中方再次强调了，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。中方也已经做出了大量建设性的努力，同时建议美国和北约同俄罗斯展开对话，力求化解俄乌冲突。拜登对此表示同意同中方持续沟通，防止事态升级，但接下来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如何依然不明朗。拜登政府的表态又能否在国际当中落实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但我们最好不要对美国抱有期待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地球上的国家关系不能再次走到兵戎相向的地步。新世纪、新科技、新技术的背景下，再一次的世界大战是全世界都不能承受的。